迎收看南投好魅力，我是阿土。这次来到南投对面的小岛冰岛，到底冰岛有多美呢？就让我们来看看。这次的伙伴是我大学的旅外学长姐们。Tony 旅居瑞典的山药爱好者，肚皮旅居美国的马吉爱好者，小刘旅居美国的滑雪爱好者。基本上从台湾到冰岛非常麻烦，我是先直飞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，再转机到冰岛，过程历时22小时，整整将近1天才到。冰岛啦！现在台湾时间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所以我等于花了快30个小时才从我家到这边，太得来不易了啊！好感动，等下去领行李，然后入境。一向是幸运旅人的我，这次也不意外，一到冰岛就下大雨。搭巴士到市区，巴士还一直出怪声，司机各种检查。哇，好冷！下了巴士之后，然后要走到青年旅馆，就穿一个短裤，想要走个10分钟，应该还好。走2分钟直接不行，赶快穿衣服，太冷了这里。今天住在雷克雅维克市区边边的青年旅馆 Hostel B47， 公共空间相当宽敞舒适。入住后会给你小纸条，分别是大门和房间的密码。输入密码进房后，床位会有纸条让你来确认床位，还有附毛巾，真的有贴心。简单入住青年旅馆后，上街走走，冰岛的风大到会把人吹走。市区会长这样，今天蛮多5颜6色的，但就是蛮可爱的。然后房子也都平平的。大概都2-3楼而已。想不到冰岛也有卖珍珠奶茶，看到繁体中文，就算一杯995克朗，我也是买啦。进的是真奶，喝起来。外形长这样，还可以啦。去冰，意外也可以耶，我觉得是好喝的耶。只是它现在这个大小大概是台湾的中杯大小，要200多块台币。但是我觉得味道是给过的，珍珠煮的有点不错哎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还以为会买那个垃圾，殊不知是可以喝的东西。赞！这边的招牌，下面竟然是弹簧哎，它可以这样弹来弹去了，好 Q 哦！这边风真的很大，现在路上在下雨，路上完全没有一个人有在撑雨伞，大家都是穿那种防水、防风的外套跟裤子，然后直接在路上走，这样还蛮特别的。冰岛最有名的热狗堡，来了，长这样，店名长这样。还有皇室是芥末酱，然后里面有洋葱跟一些好像有别的香料，但我吃不出来。整体来讲是好吃的，但我觉得我应该就只吃这一次而已。瞬间完食。早上太好了，今天天气很好，现在要准备去搭车前往机场，跟崇义他们会合。冰岛的早晨街道，其实我觉得这边逛起来啊，有点像南投的，就是很舒服的人口密度，房子也都矮矮的，不会有那种很高的大楼啊，最高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教堂而已，就也是很 chill， 很像那种小镇的感觉。第2天先跟 Tony 会合，首要事情肯定先去租车。冰岛租车没有难度，但需要耐心，建议选机场取车，不然时间可能会有点艰辛。租完车来去哈尔格里姆教堂旁边的热狗堡，添加羊肉的热狗堡有独特的风味，层次丰富的口感和味道，吃起来真的对。这个热狗堡，教堂旁边的热狗，看起来不错哎。他们的酱都是这种咖啡色的，不知道怎样，然后看起来有加一些像油葱一样的东西。他们加一些脆脆的，口感蛮不一样的。我觉得比我昨天吃的好吃。那你好屌哦！走私羊配 bear nate。瑞典人很喜欢，就这种酱。我们刚刚查了 wiki， 中文就叫贝尔酱还是贝阿恩酱？贝阿尔有翻跟没翻一样。bear nate， 它有点像美乃滋的变体。好吃吗？你的？大家蛮好吃。Hello。再来一个当地美食炸鱼薯条，室内布置充满跟鱼有关的造型，还算有潮。超大块，这个炸鱼超大块。它其实鱼只有2块，剩下都是薯条。对。所以其他家也是这样。通常都是这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2个差不多。试一下。怎么样？好。吃起来还不错哎。炸鱼薯条只要鱼新鲜，面不要裹太厚，通常都不会太难吃。哦，冰岛！吃饱喝足来去名闻遐迩的 Stroker， 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看他喷一个。哇！下烂！我靠！对，他会往那边看，真的，
所以这边都还没有人。我错过了，我错过了。现在你们数到3。什么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3。黑色以前可以喷到70到80，我们刚刚看的是 Stroker 25到35的这个大小，那很屌啊，超屌的，可以耶！但它其实真的不用等很久，对啊，在4分钟。没错，然后不要站这边了，因为它水会飘过来这边，所以这边都湿湿的。有个臭鸡蛋。哦，硫磺味。宜兰是这个味道吗？礁溪吗？礁溪也是这个味道。然后宜兰人屌丝。这个真的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景点。对啊，就是你看完，然后马上就可以觉得说 OK 走了，也不会觉得遗憾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是要去那个嘛 ，Goofos。对 ，OK，Go Go， 再来去很期待的 Goofos 超强大瀑布。超大、超雄伟、超浮夸的瀑布，看到会麻木。对大自然的力量肃然起敬，只能垫垫。画面无法表达的壮丽，必须亲自来看一遍。我们到了 Goofos 超级大瀑布，天啊，超级大的，好可怕哦，好壮观哦！哇塞，水超大哎，我靠，好恐怖哦！天气变好了，有可能等下会有看到彩虹哦。现在前面湿气好像比较重，所以现在换上雨衣了。哇，前面真的好可怕哦，有被淋到的感觉，很湿哎，好湿好湿，湿好湿哎，彩虹哎，有彩虹，彩虹，哇，强运啊，人好小哦，天哪，这个瀑布到底多大啊？第二次看还是觉得很壮观吗？对啊，我上次没有下来在这边。哦，对哈，上次你这边是封起来的。哎，这个近看真的好扯哦，整个峡谷哎，哇塞，你各位，大自然的力量哎。接着来去超酷活口湖 Kelu， 又是肉眼才能感受到的 Gratitude。走在活口湖旁，心情有点复杂，看似单调却又如此暴力，仿佛猛虎即将出闸。哇塞，好猛哦！啊，拿去那边了。就他们走在上面，这个看起来很屌哎，他不小心滑下去，整个栽落来，他这个好酷哦！哇，真的好冷，难怪大家都戴那个毛帽，因为想去买一顶了。天啊，超酷的！哦，到，中国骑多训练怎么还会这样？都待在宿舍。没有，你待在瑞典太久了。哇，走上来莫名其妙出现一片森林，好神秘哦，好冲突哦。这是绿油油的森林哎，哇哦，太屌了！你要喝哦？没有，我没有喝，我闻看有味道。哦，有味道吗？没有。怎么听很失望？因为它，对，它都是水，很清澈的水。哦。6500年前就有的。然后这个景点就是大家从上面这里走一圈之后，再从那边的楼梯下来，然后再从下面这样走一圈，每个角度都可以从上面看一下，或从这边看一下，对这个湖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。现在6点半，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了。今天入住的民宿客厅很大，浴室很大，房间也很大，还有旅客笔记本给旅客记录在这留下的回忆。晚餐，在我们吃了2包洋芋片之后，迎来了一大盘意大利面，还有腊肠。谢谢 Tony， 开吃。今天带各位来看各种瀑布，先来一个 Tony 随手查到的小瀑布 Eurofos。来到了一个小瀑布，其实一点也不小，其实蛮大的啊。是跟昨天的比很小，但其实这个很大哎，其实很大哎，很大片哎，我靠！它是冰岛水量最大的瀑布哎，它里面还有鳟鱼哎，哇！它如果冬天结冰会长这样，好酷哦！其实看起来是很壮观哦，真的是比想象中壮观很多哎，好惊人哦！因为美国飞机出包，我们到今天才跟肚皮和小刘会合，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！太感人了，花了3天，终于看到你们了，笑死！首先来到 Seljalandsrofos
（A.K.A. 水帘洞瀑布）。冰河的融雪从200公尺的悬崖倾泻而下，越近越感受到瀑布的磅礴与壮阔。走到瀑布后面，享受这湿身的感觉还真不错。看起来小小一个，但真的是超级大的。我很想拍底下，但是感觉手机会爆。你要拍什么？底下，你就直接把它伸出去。这么极限吗？我们不走后面吗？不走吗？走啊 ！Go go！ 穿雨衣，装备齐全。有，我刚刚有拿。夸张了吧？这个人第一天去买的，没有，因为我第一天自己在冰岛的时候下雨，我整个外套都湿掉了，很可怜。太湿了吧！这个太湿了吧！真的好湿哦。可以走下面，经过它，然后再走出去。这里的路也是相当的不好走啊，我也要小心一点啊。哇，这个好屌，从后面看也是很厉害，好漂亮哦，好猛哦，太美了。走这时候就怎样？这时候就很希望自己有做雷射手术，视野就不会被挡住，对不对？我都要出去重新看手机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。前进，前进，冲啊！看好湿哦！哇！哇塞，屁股凉凉的，整个冲到下面都湿的感觉。Go go go go！ 前往下一个瀑布。这个，天哪！哇！我靠！我靠！超湿的！裤子全湿哎！超级夸张的，各位！哇！哇，超湿！超湿！下暴雨，下烂，全部湿掉了。傻眼，早知道就不要把它弄上去。这个真的好猛哦！我在玩急流半球。对，推荐大家一定要走那边，一定要走，好吗？你眼镜都还擦不干啊！眼睛你怎么擦干的？还是有帽子啊。哦，因为它有帽子啦。哎，刚刚同你说下一个会更湿哎。下一个会更湿，下一个还要湿哦。这好像就不会更啊，但也是会湿。可是下一个不是几乎就是走到水里面了？再往旁边步行一段路之后，是隐居洞里的神奇瀑布 Gilfreville。一定会排队，一定会湿，但是一定好拍，一定要拍。我的天，我们现在要走进这个洞里面。哇，走进去长那样，好猛哦！当然会走到那边去排队拍照。哇，好，大家就在这边拍照。哇，水帘洞瀑布，还可以排队有潮。太屌了，太猛了 Beautiful。再来去我最期待的彩虹瀑布 Skogafoss。瀑布的水花和阳光交互辉映出彩虹，这折人的美和时刻真的美不胜收。旁边还有楼梯，让你从不同角度欣赏它的美，但这楼梯爬了会让人喘声累累。我们到了彩虹瀑布了，现在天气刚好变好了，看到彩虹了，好赞哦！天气好好哦。彩虹瀑布，地上的彩虹超明显，然后中间还有一道，天哪，好漂亮哦，不得了哎，一整道的。默默的又变成一个爬山行程了。可以吗，学姐？学姐很久没舟车劳顿，一来就怕这个累死。我们快到了，Go Go！ Go！ 哇，好励志哦！哇，宽广哦。走到上面了，才发现说，原来这个步道是无穷无尽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可以走到那个山顶，这样还要走吗？就在这吧，就在这吗？就在这看。名字，学长觉得呢？要留一点遗憾，下次再来，留在了。你说你上次来没有走这个楼梯，这次来走楼梯走一半，下次就会走进去这里面，应该吧？这里好可怕哦！可能刚爬完那个就要来了，对啊，这里好可怕哦！哎，它为什么没有围起来啊？脚软就下去。真的好可怕！哇，观景台，这边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大地，
来到今天的住宿，超大的公共空间，又大又舒适，还可以看极光的房间，一整排的调味料让你轻松做饭，还有迎宾松饼真的有贴心。电视还是 Apple TV， 晚餐是小刘大厨煮的蒙古锅，在冰岛还能吃到蒙古锅，真的太赞了。第4天来到冰川践行。全世界少数保有冰川的地方，必须来趟冰川践行，探索冰川的芬芳。远远的看冰川觉得很不真实，近距离看发现更不真实。爬冰川了。先来报道区报道，基本上冰川践行是一定要预约行程，有专业向导带领的，有4小时和8小时方案，我们是选4小时的。到了之后，向导会确认你的身体状况，看鞋子有没有符合标准。我们太天真了，原本想说我们的2个可以，之后他不行，就不是只要高筒的都可以。他说你如果鞋子太软的话，也是不 OK 的。崩溃，结果我们还是要租鞋子，so sad。确定鞋子 OK 后，向导会帮你量冰爪的 size。拿到冰爪了，也要准备上山了。帅，出发咯！现在天气正好，超赞！搭游览车赞！哇，冰川！要先搭游览车前往冰川。下游览车后还要走20分钟才到冰川入口。要前往冰，这是我们的向导 team。沿路即便只是在走路，但看着眼前的冰川，还是会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。刚刚导游特别停下来跟我们解释说，我们多走这20分钟不会影响我们在冰上的时间。在讲解说，眼前的灰色土堆已经是冰了，所以它的质地会跟一般的土比较不一样。哇 ，That's a wow！ 刚刚突然有个想法，让我吃鸡腿饭。收看国家地理频道，他的穿着，我们是探险队。对啊，超像的。到了非常靠近冰川的地方，才会开始穿冰爪。穿上冰爪后，走路的方式要用力往下踩，让冰爪可以稳稳地插在地上。冰斧则主要用来支撑稳定。太漂亮了，好厉害哦，这景，好漂亮。下面都是冰，所以踩起来会比较结实。哇，这地上什么都是冰水。我们现在往上走了，天哪！在冰川上，向导会带你看各种冰川地形和讲解特色。太酷了，好屌！越走越近，越走越屌。现在一个一个通过那边，因为那边现在比较难，就不知道等下怎么下来，是一个不得了的行程。但目前为止还蛮好玩，完全没有想过会在这种地上冰哎。现在心得怎么样？很酷，谢谢。对的，还美的，没错，一定要来，可以考虑参加8小时。真的，因为4小时好像如果在这边就折返的话，好像有点短，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。没错，8小时感觉可以走去更多地方。我也觉得好像可以耶。记得要戴手套，真的，其实还是蛮冷的。就一开始走的时候会热，可是像我没戴手套，现在就蛮冷的。而且滑倒什么时候感觉也比较保护。鞋子要穿硬一点。对，鞋子要穿硬一点的，还不用租的鞋子也蛮舒服。对，虽然说可能很多人穿过，但其实真的蛮舒服。还是因为很多人穿过的很舒服。你不要露出那变态的表情好不好？可怕，你这声音是，整只都伸进去，有到底吗？没有，还没到底。好可怕哦！这里真的随便一个洞都超深的，掉到冰川里面，对啊，就被冰冻在里面。看好可怕哦！然后100年后就会被解救出来，然后还保存良好的这个肌肤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被抓去研究。哇，天气变超好！现在大家轮流上去拍照之后，从那边折返，真的超漂亮。担心的人，太酷了这里！哇，他怎么过去了？火山灰和冰川混合的冰，里面还有小秘密，是彩虹。哇，太美了！天哪，我的天！
好像假的一样。然后下坡真的超级难，我来请皮姐示范一下下坡诀窍。蹲地，像鸭子走路。哇！再见了，我要走了，要跟后面这片说再见了。哎，我觉得时间其实过很快，体感时间其实蛮短的。有在冰上面走了1个小时。对，有，现在1点左右，然后帮我吃牛肉面，喝一些热汤什么的。哇哦，哇哦！午餐吃起来，这边就有卖他们这边有名的羊肉汤，还会附一个面包，但面包有点小，所以我自己再买了一个大的面包。Yogurt， 没有，它应该念 skier 吧？他好像念 skier。喝一下这个羊肉汤的部分，料其实还蛮多的。羊肉，是好喝的，还有那个红萝卜跟白萝卜，好吃。还有一些这种细细的羊肉，其实里面环境很宽敞，你竟然会有一个像休息站的味道。这沙拉2700，然后这个汤2200，然后这一盘3900，然后还有优格，美国土豪无误。像我是可以买汤就好。没错，汤很好喝，而且意外的蛮大碗的。对，就是那么我已经喝了5分钟，这汤看起来完全没有减少，不知道是正常还是不正常。这汤感觉是目前吃到最好吃的冰岛食物，除了我们自己煮的之外，就买到的东西感觉这是最好吃的。它越喝越爽脆，口味还蛮重的，然后又很热。虽然刚爬完冰川，喝这个100分真的，大家不要看它2200就不买，省这2200你也不会有钱，买下去就对了。但可颂可以不要买，每天都要吃一个优格。我在台湾可是不吃优格的。蓝莓口味，好吃，大家来冰岛一定要吃。差不多。我靠！接着来去传说中的杰古隆冰河湖 （Jokulashron Glacier Lagoon），景色不可思议到不知如何用言语来倾泻。巨大的蓝色冰块和湖泊，还以为来到异世界。真的是太夸张，太漂亮，太夸张，这太扯，真的太扯了，好像假的一样。天哪！然后后面是一整片的冰川，超大片。它在飘，看这好屌，好厉害哦！走上来之后，一整片，我的天哪，好屌哦，太屌了！杰古隆冰河湖，大家一定要来，太酷了！实测杰古隆冰河湖的水到底冰不冰呢？暴走中奖要靠这一颗了。哎，很冰耶！要喝看看吗？杰古隆冰河湖的水，好咸哦，没有到很咸啦，但是是咸的。为什么还要再喝一不宜尝试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到真的很咸，好像还可以接受。赞！杰古隆冰河湖太漂亮了，大家快看一下。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拍摄，它只要变动之后，我们又觉得它好漂亮，我们又再拍一次。大家一定要来杰古隆冰河湖，太美了，至少会拍2小时吧。往海边走就是钻石沙滩，岸上的冰块在太阳的照射下肯定美翻。可惜当天天气不好，是有点意兴阑珊。冰 Hostel 今天是住比较偏青年旅馆式的玄关的部分，一个上下铺，然后有一个类似双人床，空间也蛮大的，这里感觉可以放得下2、3个行李箱没有问题。用餐区超大超干净，今天是泡面 day， 来一客日本拉面，日本的味噌泡面。乐沙面，全台湾是全球排名1的泡面吗？好像不是这一款，但是类似。冰岛超市卖的羊牛肉面，因为没有碗，我只好用哪一颗继续泡。这个口味不是很好吃，各位请三思。冰岛的旅程还没结束，下集待续。